好，我是钟子通。随着气温越来越高，也让我在这边介绍一些火热的作品吧。首先是 JUR354 会理这部作品，个人觉得可以说是最适合作为进入炎炎夏天的开始啊。剧情描写男主遇到这位欲求不满的人妻，在全身香汗淋漓的状态之下，采取尚未进攻的姿态，几个扭腰就让男主败下阵来，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那这个题材毫无疑问让会理来演出就非常具有说服力。只要有看过我们访问就知道，他诠释那个无法满足的模样，真的令人为之倾倒。我认真觉得他在这次复出之后又更有韵味，身材也保持得极好，真的很想不断推广给大家。好，那下一步就是这个 SON1720。濑户环奈当时在访问时也曾经讲过，请大家期待这部作品。那内容也没有让我失望哦，借由6段各式风俗题材，让我们再次看到他的投入感。没错，这就是他目前最强大武器。连好看的女优、身材好的女优其实都并不稀有，同时拥有2样很稀有。如果态度还非常积极，那比日本制造压缩机还要稀有。大家如果有看他来台湾宣传这波，应该就会感受到了，他最大的武器就是在他那个认真的态度上。这同时也呈现在作品当中，只要多看几段，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接着是这部 MIDA208，仲村美羽这次一个人就扛下了感谢祭巴士。上一个有这种分量的人是山上优雅，凭借着演艺圈的时机以及高冷的气质，让他在业界一直有不俗人气。那这部也是相当优秀，看他一个人力战整车粉丝，哇，感动到流泪。接下来这部是 IPZZ598，樱空桃这次演出的是内衣销售员。那其实这个题材我是非常喜欢的，像以前的三岸逢花跟 Rio 都有演出过非常经典的相关题材作品，因为内容中你可以看到非常多设计感很不错的内衣，那这部也是不例外，特别是搭配上樱空桃的好身材，实用性真的大大加分啊。我们接下来看这部是 SON1769，而玉七海在这部作品中扮演一位在咖啡厅打工的同事，平时看起来文静不起眼，但原来冰山劈开了之后，里面是火山啊！3杯黄汤下肚就变肉食猛兽，直接把男主当成水龙头在用，弄到最后真的是可尔必斯都变白开水了才放过他，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啊！紧接着就是这部 MIDA180，小野六花这次这个31套造型，当然就是为了我们广大影迷每天都能看新造型，刚好让你看1个月4小时，真的是诚意满满。再来我们看这部是 MIDS139，百田光希目前也算是 Moody's 我最欣赏的演员之一，这次演出这个是超商店员，可能是因为在生活中经常接触互动的关系，也变成一个热门题材啊。那身材姣好的百田在这部作品当中就被店长胁迫禁止穿内衣裤，要用真空状态接待客人，值班的时候还要不断忍受骚扰，真的是黑心店家。接下来这部 MIMK216，以爱丽丝在这个月再次演出2次元改编，这次演出的是女忍者题材，在造型上相当的可爱啊，甚至在片中还有分身术的设定。但我本来想说会用最近业界超流行的 AI 换脸来处理，想不到是直接用镜头角度借位演出，让人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那虽然也有人觉得它越来越肉感，但算你倒霉，这正合我胃口，所以还是推荐给大家。哇，你看原来上海的厕所有门欸！哇，真的假的？北京的餐厅竟然有机器人送餐，太先进了吧！这是什么？哇塞，地铁吗？一次可以载这么多人啊！哇，他们有 LeBron James， 有这么伟大的球员，想必一定拿很多冠军吧？钟子通，你真的很夸张耶！你是被锁在墙内吗？我哪里被锁在墙内？我明明就是在最自由的国家。哦，那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因为你没有用 Surfshark VPN。什么？因为使用 Surfshark VPN 才能让你跨越网络的高墙。Surfshark VPN 支援超过100个国家3000多个伺服器，连线到世界各地不受拘束，而且还有军事级的加密，可以保护你的账号使用安全，让你不会受到骇客的侵犯。网络中枪 ，biang biang biang！ 太扯了吧！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跟你讲啦，而且一个 Surfshark 可以无线装置连线，不论你的装置有多少，不论你拿或大或小的装置 ，Surfshark VPN 都能适用各种装置无线连线哦。现在透过 surfshark.com/fingermaster56 购买 Surfshark， 不只多送你4个月额外使用期，也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让你网络使用自在又安全。
然后就是这部 SDHS 059神木莉这部作品，题材个人觉得比较单纯，就会描写她在假期的时候跟男友的甜蜜同居生活。但就是因为如此单纯，在看的时候实用感跟生活感也特别出色。在片中还可以看到她戴眼镜的造型，真的是很可爱啊。我们再来看这部是 SONE708村上优华这次挑战是媚药题材作品。那其实这个东西要看的是什么？就像速食店冰块有多少加多少，薯条有多干炸多干一样，这个题材就是看你的演技能多夸张，整个人跟活跳虾一样弹起来，表情也是极尽浮夸之能事。那像是村上这种有伟大的脸的女优，看起来就特别反差啊。紧接着我们看这部是 SONE751田野优，我个人觉得也是属于个性非常鲜明的新生代，他非常懂自己的卖点在哪里，所以在这一部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阳光朝气的笑容，可爱的态度，还有那对超规格凶器，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是让男性无法抵挡的组合了。这部学生题材也是让我看得十分过瘾啊。接下来是 MIDA 200宫下绫奈，这部真的是没话说的优秀啊！剧情描写丧尸的美貌嫩妻不断用下盘来诱惑男主角，面对此等美景是真的难抵挡。好，那下一部就是 MIAB 488木下日葵，这部我觉得也是腿控或黑丝控，在本月份绝对爱不释手的作品。他这次扮演的女丧尸，利用下半身只穿着黑丝的美景，不断的刺激了男主。只能说这种职权压迫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们紧接着看到这部是 SONE776男与流这一部啊，完全着重在强调他各方面都超规格的硕大，175公分的傲人身高，但更夸张的就是那对超具分量的车头灯，整个把我闪到头晕目眩啊！我只能说啊，喜欢肉感的朋友，这部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强档啊！真的太大了啊！那 SONE563呢，也是 S1 20周年大公演又一部，对。甚至在7月也还有，8月可能又有，但在 S1 本身题材做不出足够多的变化之下，有点像是同样的食材不断重新端上给你品尝，其实真的是会让人想说，已经品尝的够多了，还是拿下去吧。接下来这部就是 SONE787木村爱心，也是 S1 新生代又一位大物，较为成熟气质的脸蛋，喜欢姐姐类型的应该就会大众，配上那对硕大的车头灯，形状确实没话说，不过那个晕也是非常的大，这点就是见仁见智，因为我自己就会觉得很不错，但有些人就没那么喜欢。我们接着要看这部 DASS705沙月文乃，在本作当中也是能量全开啊，只要是他看上的对象，全部都不放过。那以我一个萨摩阿里导演铁粉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最近自肥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几乎每一部最后段都是自己亲自上场爽，真的严厉斥责啊。我们接下来看的是这部 DASS650菊玛丽这个月演出的叫做尝试改变 NTR， 尝试改变这个题材经常出现在日本的一些动漫相关作品，可能在城市催眠或是一些超自然力量的影响之下，导致我们原本认为稀松平常的尝试被颠倒。就像是我们可能原本都认为 Michael Jordan 是篮球的 GOAT， 但是一个逆转可能就变成 LeBron James 才是 GOAT 的这种光怪陆离的情况。那这部在这种情况下 NTR 就变成很平常的事情，丈夫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接受自己美艳的老婆落入其他人手中。接下来就是这部 SONE729神乐桃香，在这个月呢非常的辛苦啊，为了自己的弟弟只能接受富豪提出的条件，在10天之内任由他摆布，那当然就是被一路玩透透。喜欢调教系作品的朋友，这部就是你该看的了。接下来这部呢IPGG586也是 Idea Pocket 最强系列作之一 Beauty Venus， 这个系列的特色就是会找来其他片商的专属来进行一场跨界飨宴，但这次的最新作品他们采取了一个全本土不是全部都是自己旗下的专属，那当然人数也是史上最多8人。那封面也可以看出啊，先不计算桃乃木的话，樱空桃跟长滨蜜梨就是目前的门面了。确实就像是封面所说的，要告诉大家这就是 Idea Pocket 的实力。那这部的画面起码大家都有一起交战的，还是比较推荐的。我们接着看的是 PRED779明里愁在本作走一个诱惑轻熟女的路线，因为男主太太怀孕，导致他的欲望无处发泄。结果这个时候小姨子明里的出现，让他顿时失去理智，做出了背叛老婆的行为。虽然这也是必须要得谴责啊，但是必须得说，明里在这部不管是扮相跟那个演技，真的都超色。那最后就是这部 WAA511沙恩奇花跟美谷朱里，虽然他们这个月的个人作品也非常出色，但是这部共演真的是太厉害了。不管是镜头前的表情管理，还有2个人千锤百炼的技巧，都让本片使用度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真的是看他们2个人之间的互动，就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通常都会用球员之间的搭档来做
譬喻，但是这次真的没办法。说真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球员之间的组合比他们两个还强，尤其是你也不可能看着 Jordan 跟 Pippen 脱裤子。好，以上就是这次分享的作品。如果你有你喜欢的，也别忘了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我是钟彤，我们下次见，拜拜。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